我在南湾夜市给这帮摊贩供了7年海鲜，每条鱼、每只虾都是当天从渔港拉回来的鲜货。结果钱贵生当着整条街100多个摊主的面说，临海的海鲜成本不到30%，剩下全是黑心差价，吃的都是摊主们的辛苦钱。临海，你别装了，1斤虾你报28，我找人核过，产地批发价才9块，你这哪叫供货，叫明抢！钱贵生把一叠打印纸摔在会议桌上，纸上密密麻麻列了一排数字，虾蟹鱿鱼花蛤，每一样都标了2列价，一列是我的报价，一列是他所谓的产地价。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啊！28块1斤的虾，产地9块；15块1斤的鱿鱼，产地才4块5。这7年，临海从咱们这条街上吸了多少血？我给你们算过了，光去年1年。他从南湾夜市赚走的差价就超过60万，60万啊！你们一个摊位1年才赚多少？底下开始有人嘀咕：真的假的？差价这么大？我就说嘛，他那个价死贵死贵的，以前也没得选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没动。钱贵生是南湾夜市管委会的主任，管着这条街120个摊位的准入续约和日常。他在这条街上说话，比区里领导还好使。临海，你自己说。你1斤虾的成本到底是多少？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报个实数？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报个实数？我站起来说道：钱主任，你那张表我看了，产地批发价9块是冰鲜价，就是冷冻仓库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的死货。我拉的是当天渔船靠港的活虾，船上就分拣，冷链车直接送到你们摊位上，中间不过夜。你拿冰鲜的价格来比活鲜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还是真不懂？钱贵生脸上挂不住了。少扯这些虚的，活的死的有什么区别？虾进了油锅，谁还分得清？你就说你成本到底多少，我给你算。渔港拿货，活虾船上价14块5，运损率15%到20%。你知道什么叫运损吗？就是活虾拉到你们摊位上。路上死掉的那部分，加上冷链车的油费、冰块检疫票、人工分拣，到你手上是22到23块的成本，我报28块，1斤赚5到6块，这叫黑心。底下安静了2秒，钱贵生马上接过话头：那也是赚了啊，5块钱1斤的利润，你一天出多少货？光我们这条街，你一天就出2000斤，一天赚1万，1个月30万。你临海比我们在座所有人加起来赚的都多。有人又开始附和了，确实赚得多，1个月30万，我操！有人又开始附和了，确实赚得多，1个月30万，我操！我懒得再算了。钱主任，你今天叫我来开这个会，不是让我算账的吧？你直说什么目的？钱贵生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乙已经联系了浙江的供货商。同样的品类，价格比你便宜40%，人家明天就能进场。从明天开始，南湾夜市实行统一供货制，所有海鲜由市场管委会指定的供货商统一配送，价格统一，品质有保障。他说品质有保障这5个字的时候，特意加重了语气，眼睛看着我，意思很明白，你临海的品质不行。老许坐在前排，忍不住站起来。老许在这条街上摆了20年下菇摊，是我进这个市场的第1个客户。钱主任，临海的货我用了7年，从来没有一个顾客吃出过问题。你说换就换，这不太合适吧？钱贵生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老许，你一个摊贩，懂什么市场管理？我这是为整条街好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你的摊位续约的事儿，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老许的嘴张了张，没再说话，坐下了。我看着钱贵生那张脸，看着底下那些摊贩，有的低着头，有的在交头接耳，有几个在笑。行，我把供货单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放在桌上。你们觉得贵，那我今天就停供。从明天开始，南湾夜市的海鲜跟我临海没有任何关系。从明天开始，南湾夜市的海鲜跟我临海没有任何关系。钱贵生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。看见没有？心虚了吧，兄弟们，这就叫做贼心虚。他不敢跟正规供货商竞争，自己跑了。底下有人拍手。
早该换了，便宜40%，省下来的全是利润啊！我没回头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老许追了出来。孩子，你别冲动，再想想办法，跟钱贵生谈谈。许叔，我不冲动，我就是不卖给不信任我的人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的货不愁卖，倒是你以后拿货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，便宜40%的海鲜，你自己想想省了在哪儿了。我上了车，发动引擎，从后视镜里看见老许站在夜市门口，手里还攥着那张供货单。钱贵生站在会议室窗户后面，冲我的方向竖了根中指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一辆挂着浙江牌照的冷链车开进了南湾夜市。车身上喷着周氏海鲜产地直供8个大字，车厢侧面还贴了一排照片渔船。码头冷库看着挺正规。钱贵生站在市场门口亲自迎接。周老板，一路辛苦了。兄弟们都等着呢。从驾驶室下来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件皱巴巴的短袖，手腕上戴着串佛珠。钱主任客气了，我这车货保证让你们满意。周老根拍了拍车厢，钱贵生招呼摊贩们过来看货。都过来，新供货商到了，今天先看看品质，满意的话，明天就开始正式供货。摊贩们围了上来，周老根打开车厢后门，一股冷气扑面而来。车厢里码着10几个白色泡沫箱，每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：南美白对虾、花蛤鱿鱼。南美白对虾、花蛤鱿鱼。周老根掀开一个泡沫箱，里面的虾密密麻麻堆在一起，个头不小，有几只还在蹦。看见没？活的，刚从养殖场拉出来的，您摸摸，多新鲜。有几个摊贩伸手进去抓了一把，确实还在动，个头也不小。钱贵生接过话头：周老板的货，我亲自验过，品质绝对没问题，关键是价格，虾16块1斤，鱿鱼8块，花儿5块，比临海便宜多少？你们自己算。底下开始骚动。16块，真的假？便宜这么多。老许站在人群后面没说话，他盯着那箱虾看了一会儿，皱了皱眉。那虾的颜色不太对，正常的活虾身体是半透明的青灰色，虾壳有光泽，但这批虾壳发白，而且白得不自然。像是蒙了一层雾。还有那几只蹦的虾，动作很僵硬，不是活虾那种灵活的弹跳，更像是肌肉痉挛。老许，你不来看看？钱贵生冲他喊了一声，老许走过去蹲下身，用手指戳了戳箱子里的虾，虾肉发硬。他又闻了闻，有股淡淡的刺鼻味，不是海腥味，是化学药剂的味道。怎么样，老许，你在这条街上摆了20年摊儿，最懂货，你说说这虾行不行？钱贵生故意这么问。老许抬起头看了看周老根，又看了看钱贵生，还行。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周老板每天下午3点送货，大家按需订货。周老板每天下午3点送货，大家按需订货，统一决算。摊贩们开始往回走，一路上都在讨论价格。16块的虾，我一天能多赚好几百。早该换了，临海那个价吃人呐。老许走得很慢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辆冷链车，周老根正在跟钱贵生说话，两个人站得很近。钱贵生笑得很开心。周老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塞进了钱贵生的手里。钱贵生接过信封，拍了拍周老根的肩膀，两个人一起往管委会办公室走。晚上8点，夜市开市，老许的虾菇摊前排起了队。老许，今天的虾怎么卖？还是老价钱，381斤。怎么没降价？隔壁老王家的虾今天便宜了10块。隔壁老王家的虾今天便宜了10块。他说供货商换了。我这批虾是昨天临海送的，还没用完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你也用新供货商的货吗？老许没接话，低头继续剥虾。客人走了，老许从冰柜里拿出一只今天周老根送的样品虾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切开。虾肉是白的，但白得发灰，而且肉质很松散，不像活虾那种紧实的纤维感。他又拿出一只昨天临海送的虾，同样切开，对比很明显。临海的虾肉质透亮，纤维清晰，切口有弹性。周老根的虾肉质浑浊，切口软塌塌的。老许把2只虾都扔进了垃圾桶，他掏出手机，翻到临海的电话，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，最后他还是没打。他把手机放回口袋，继续营业。我离开南湾夜市的第3天，接到了老许的电话。海子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在渔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那个周老根的货你了解吗？我停下手里的活。怎么出问题了？还没，但是我觉得不对劲。
那个虾颜色不对，味道也不对，我切开看了，肉质很松。你用了他的货？没用，我就拿了个样品，但是其他摊位都开始用了。钱贵生要求统一供货，不用的话，摊位续约会有麻烦。老许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不想管这事儿了，但是孩子，我在这条街上摆了20年摊，从来没见过这种货，我怕出事儿。徐叔，你既然觉得不对，就别用。你既然觉得不对，就别用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当初是怎么选的，现在就怎么承担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我现在忙着，先挂了。我挂了电话，但是老许那句我怕出事一直在我脑子里转。当天晚上，我开车去了一趟南湾夜市，不是为了钱贵生，也不是为了那些摊贩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。晚上9点，夜市最热闹的时候，我把车停在街口，没下车，只是坐在驾驶位上看。摊位上的生意很好，比以前还热闹，很多摊位门口都挂了新招牌，海鲜降价，全场特惠。我看见一个烧烤摊的老板正在烤虾，虾在炭火上滋滋作响，但是颜色不对，正常的虾烤熟以后是红色，虾壳会卷起来，肉质紧实，但那摊上的虾肉质紧实，但那摊上的虾烤完以后是灰白色，虾壳软塌塌的贴在肉上。有个客人拿起一串虾，咬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，但是没说什么，继续吃。我又看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我给一个老朋友打了电话。老陈，是我林海。海子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？陈卫国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长，我们是高中同学。我想问你个事儿，如果有人用甲醛泡海鲜，能查出来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甲醛？你遇到这种事了？不是，是别人。我怀疑有人在用，能查。甲醛是明令禁止的添加物，只要送检就能查出来。但是林海，这时候是闹着玩的。如果真有人用甲醛，那是刑事案件，你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所以我想先自己查一下。怎么查？你能帮我弄一套快检试剂吗？就是那种现场就能测的。陈卫国想了想，可以，但是快检只能做初步判断，要确认的话还是得送实验室。你明天来我办公室拿。好，谢了。林海，如果真查出问题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这事儿不能拖。我知道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看了一眼夜市，钱贵生站在管委会门口，正在跟几个摊贩聊天，笑得很开心。我发动车离开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去了陈卫国的办公室，他给了我一个手提箱。里面装着10几支试剂和一份说明书。这是甲醛快检试剂，用法很简单，取一小块样品，滴2滴试剂，等5分钟，如果变紫色就是阳性。准确率多高？90%以上。但是林海，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查出问题，你必须第一时间报案。甲醛超标的食品流入市场，后果很严重。我明白。我拿着箱子离开了食药监局，回到车上，我给老许发了条短信：今天晚上10点，你摊位见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老许很快回了。晚上10点，夜市收摊，我提着箱子走进了南湾夜市。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摊贩们都在收拾东西。老许站在他的摊位前，看见我，冲我点了点头。孩子，徐叔。我走过去，把箱子放在他的案板上。这是什么？甲醛快检试剂。你今天用周老根的货了吗？用了。钱贵生今天下午来查摊，看见我还在用你的货，说我不配合市场管理，要扣我的卫生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用他的。货还有吗？在冰柜里。老许打开冰柜，拿出一只虾，我接过虾，用刀切下一小块肉，放在一个白色的塑料盘里，然后从箱子里拿出试剂，滴了2滴。5分钟后，虾肉变成了深紫色，老许的脸色变了。这是甲醛阳性。我又拿出一只花蛤，一条鱿鱼，分别做了检测，全是阳性。老许的手开始抖。我今天卖了一整天，那些客人……别慌，甲醛的急性毒性不高，吃1、2次不会死人，但是长期吃会致癌。我把试剂收起来，看着老许。许叔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当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用周老根的货继续卖；第二，报案。报案，必须报案。报案的话，你的摊位保不住了，
钱贵生会找你麻烦，其他摊贩也会恨你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林孩子，我在这条街上摆了20年摊，从来没害过人。我不能因为怕麻烦，就让这种毒货继续卖下去，我点了点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报案。但是在报案之前，我要先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找到周老根的仓库。第4天，周老根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南湾夜市120个摊位，已经有90多个开始用他的货，剩下的10几个摊主，要么像老许一样心里有疑虑，要么就是跟我关系好不想换，但是钱贵生不给他们活路。老许，你这摊位的卫生评分这个月又是 C， 你知道连续3个月 C 是什么后果吗？直接取消续约资格。钱主任，我这摊位每天收摊都冲洗得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是 C？ 干不干净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；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。老许，你只要配合市场的统一供货制度，这个评分自然就上去了。老许没说话，钱贵生合上本子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这条街上就你最特殊，别人都在用周老板的货，就你非要跟林海那个骗子搅在一起。林海不是骗子，那他为什么不敢跟周老板竞争，自己跑了？老许攥紧了手里的刀，但最终还是松开了。钱贵生走了，老许站在摊位前，看着街对面那些已经换了货的摊位，生意确实比以前好，价格降下来了，客人多了，但是那些摊主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。周老根的冷链车现在每天下午2点就到，比之前提前了1个小时。车厢里的货越来越多，除了虾，蟹、鱿鱼，还增加了扇贝、生蚝、鲍鱼。钱主任，这批鲍鱼是我从福建拿的货，个头大肉厚，12块一只，市面上至少要卖20。周老根掀开泡沫箱，里面的鲍鱼个头确实不小，但是颜色发白，而且闻起来有股怪味。钱贵生接过一只。周老板，你这价格越来越便宜，不会亏本吧？亏什么本？我有渠道。再说了，钱主任，你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市场，我怎么能让你失望？周老根说着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。这次的信封比上次厚了1倍。钱贵生接过信封，拍了拍周老根的肩膀。周老板，以后南湾夜市就是你的天下了。那是。对了，钱主任，我听说还有几个摊位没用我的货。有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。那就好。其实啊，我这货便宜是因为我有独家的保鲜技术。你看这虾，拉过来3天了，还跟活的一样。周老根从车厢里抓出一只虾，虾还在微微抽搐。钱贵生笑了。周老板真是有本事。哪里。2个人一边说话，一边往管委会办公室走。没人注意到，停在街口的一辆黑色轿车里，我正在用手机拍照。晚上7点，我跟老许在夜市外面的一家小饭馆见面。孩子，我跟了周老根3天。老许把手机递给我，屏幕上是一张地图，上面标了一个红点。这是他的仓库。对，在城郊的工业区。一个废弃的冷库。每天下午1点，他会开车去那里装货，然后2点送到夜市。你进去看过吗？没有。那地方围墙很高，大门上了锁，而且周老根每次去都会带2个人，看着不像普通工人。我放大地图看了看那个位置，城郊工业区，周围都是废弃厂房，很偏僻。徐叔，你这几天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儿我来处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天晚上我去那个仓库看看，太危险了，要不要报警？现在报警没用，我们只有快检结果，没有实锤证据。而且就算报警，食药监去查，周老根也有时间转移货物。我必须先拿到他仓库里的证据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留在夜市，盯着钱贵生和周老根。如果有什么异常，马上通知我。老许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我们吃完饭，各自离开。回到车上，我打开后备箱，拿出一套工具手电筒、撬棍、相机、录音笔，然后我开车
往城郊工业区去了。晚上10点，我到了老许标记的那个地方。这是一片废弃的工业区，周围都是倒闭的厂房，路灯坏了大半，很黑。我把车停在1公里外，步行过去。周老根的仓库是一栋2层的旧楼，外墙斑驳，窗户都被木板钉死了，大门是铁门，上了一把很粗的链条锁。我绕着仓库走了一圈，发现后门有个小窗户，木板松动了。我用撬棍撬开木板，翻了进去，里面很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剂味道。比夜市上闻到的浓10倍。我打开手电筒，仓库里堆着几十个白色的大桶，每个桶上都贴着标签工业甲醛溶液37%。桶旁边是一排不锈钢水槽，水槽里泡着密密麻麻的海鲜虾、蟹鱿鱼、扇贝。水槽里的液体不是普通的水，是淡黄色的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我走过去，用手电筒照了照水槽，那些海鲜的颜色都不正常，虾是灰白色的，蟹壳发黑，鱿鱼的肉质松散的像烂泥。我拿出相机拍了10几张照片，然后我走到那些大桶前，拍下了标签上的字：工业甲醛溶液37%，严禁使用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听见外面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。我关掉手电筒，躲到一排货架后面，铁门被打开了。周老根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2个年轻人。老板，明天要送多少货？120箱。南湾夜市那边现在每天的量都在涨。钱贵生说下个月还要再开20个摊位，全部用我们的货。那这些甲醛够用吗？够，我昨天又进了10桶。对了，明天那批虾多泡2个小时，颜色要白一点，卖相好。明白。 3个人走到水槽前，开始往里面加甲醛。我举起手机，打开录音。老板，这甲醛浓度会不会太高了？上次有个摊主说，客人吃了拉肚子。拉肚子算什么？又不会死人。再说了，钱贵生会摆平的。你们只管按我说的做，别多问。那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？查出来？你以为食药监是干什么吃的？ 钱贵生每个月给我介绍生意，我每个月给他2万块，这叫互利共赢，懂吗？再说了，这种事儿全国到处都有，只要不出人命，没人管。我的手机录了5分钟，然后我关掉录音，悄悄往后门移动。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铁桶，铁桶倒了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周老根猛地转过头，谁？看见了我。 抓住他！2个年轻人冲了过来，我转身就跑，翻出窗户往外面冲，身后传来周老根的吼声：“别让他跑了！那小子肯定是来偷拍的！”我跑得很快，但是那2个年轻人更快，其中一个追上了我，伸手抓住了我的衣领，我反手一肘，击中了他的鼻子，他松开了手。另一个人从侧路扑过来，我侧身一闪，他扑了个空，摔在地上。我继续跑，冲到了停车的地方，上车发动引擎，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冲了出去。从后视镜里，我看见周老根站在路口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老许。孩子，出事了！钱贵生刚才在夜市群里发了条消息，说你是商业间谍，偷拍周老根的商业机密，要报警抓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徐叔别慌，我拿到证据了，明天一早我们直接去市药监局报案。好，你小心。我挂了电话，把手机里的照片和录音备份到云盘，然后我开车回了家。今晚周老根和钱贵生肯定睡不着了，第2天早上7点肯定睡不着了。第2天早上7点，我还没到食药监局，老许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孩子，夜市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有个客人昨晚吃了烧烤，半夜开始上吐泻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还有7、8个客人也出现了类似症状，都在医院。我握紧了方向盘。严重吗？有2个进了 ICU， 医生说是急性食物中毒，怀疑是甲醛超标。钱贵生呢？他在夜市群里发了公告，说是别摊主操作规范导致的，跟供货商没关系。现在整条街都在传，说是老王家的烧烤摊出的事儿。对，老王昨天用了周老根的虾烤了1晚上，现在他的摊位被查封了，人也被带走问话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徐叔，你现在哪儿？我在医院。刚才老王媳妇给我打电话，哭得上不接下气。我马上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我调转车头，直奔市人民医院。医院急诊科门口停满了车。我找到老许的时候，他正站在走廊里抽烟。孩子，
他掐灭烟头。老王拦了。这么说，警察在他摊位上查出了甲醛超标的虾，钱桂生咬死了，说是老王自己进的货，跟周老根没关系。现在老王说不清楚，只能认。我攥紧了手机。徐叔，我手里有证据。老许愣住。昨晚我去了周老根的仓库，拍到了工业甲醛桶，还录了音。老许抓住我的胳膊。疯了！那地方多危险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那地方多危险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但总得有人做点什么。老许盯着我看了几秒，松开手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报警，把证据交给食药监。钱桂生那边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人命关天。老许点点头。我陪你去。是食药监局在政务中心3楼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姓张的科长。我把手机递过去。这是昨晚在周老根仓库拍的。张科长接过手机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你确定这是周老根的仓库？确定，我还录了音。我点开录音，周老根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这批虾我泡了3天，保证新鲜。张科长听完站起身。你等一下。他拿着手机走进里间办公室。10分钟后，他带着2个人出来。林先生，他带着2个人出来。林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需要做个详细的笔录。好。我跟着他们进了询问室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，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了3遍，包括钱桂生怎么逼我退出，周老根怎么威胁我，我怎么潜入仓库。张科长做完笔录，让我签字。林先生，你提供的证据非常关键，我们会立即展开调查。那老王，我们会重新核查，如果确实是被冤枉的，会还他清白。我走出食药监局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老许还在门口等我。怎么样？老许拍拍我的肩膀。他们说会查，那就好。走，我请你吃饭。不了，徐叔，我想回家睡一觉。也好，这2天你也累坏了。我开车回到出租屋，刚躺下，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对，林海。是个陌生号码。对，林海。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男生。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市场监管局的，明天上午9点，请你到局里来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钱桂生实名举报你恶意诽谤，破坏夜市经营秩序。我冷笑一声。我明天准时到。挂了电话，我盯着天花板。钱桂生这是狗急跳墙了，但我不怕，该来的总会来。第2天早上8点半，我准时到了市场监管局。接待室里已经坐着3个人，钱桂生、周老根，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。钱桂生站起来，脸上挂着笑。林海来了，张局，人齐了。那个中年男人点点头。我在钱桂生对面坐下。张局打开文件夹。林海。张局打开文件夹。林海，钱桂生举报你恶意诽谤，破坏夜市经营秩序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有诽谤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钱桂生冷笑。事实？你有证据吗？有。我掏出手机。昨天我已经把证据交给食药监了。周老根脸色一变。老周。钱桂生拦住他，转向张局。林海这是私闯民宅，非法取证，这种证据不能作数。张局看着我。林海，你确实进了周老根的仓库？是。有没有破坏门锁？没有，门是开着的。胡说！周老根拍桌子。我的仓库门一直锁着。那天晚上没锁。我盯着他。那天晚上没锁。我盯着他。可能是你们卸货的时候忘了锁。张局记下笔录。还有别的要说的吗？有。我看向钱桂生。钱主任，你说我破坏夜市经营秩序，那我问你，夜市现在出了食物中毒事件，2个人进了 ICU， 这算不算破坏经营秩序？钱桂生脸色一沉。那是个别摊主操作不规范。不规范？我打断他。老王用的虾是周老根供的，周老根的虾是用工业甲醛泡的，这些你都知道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有录音。我点开手机。要不要放给张局听听？房间里安静了几秒，张局咳了一声。林海，你的证据我们会核实，但私闯民宅这件事，张局。但私闯民宅这件事，张局。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，食药监的张科长走进来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他看向我。林海，你昨天提供的证据我们已经核实了，周老根仓库里确实存放了大量工业甲醛。我们今天凌晨突击检查，现场查获工业甲醛桶127个，
甲醛超标海鲜32吨。周老根脸色煞白。还有，我们调取了周老根的供货记录，过去3个月，他一共向夜市供应了12吨海鲜，经检测，全部甲醛超标。钱桂生站起来。这不可能，钱主任，我们还查到了一些转账记录。张科长看着他。周老根每个月给你转账2万，这笔钱是什么性质？钱桂生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还有老王的事儿。张科长翻开文件。还有老王的事儿。张科长翻开文件。我们重新调查了老王的摊位，他用的虾确实是周老根供的，而且我们在周老根的账本上找到了记录，老王那批虾是钱主任亲自安排的。张局站起来。钱桂生、周老根，你们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，收受贿赂，现在请你们配合调查。2个警察走进来，钱桂生瘫坐在椅子上，周老根想跑，被警察按住，他回头吼了一句：林海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张科长走到我身边。林先生，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如果不是你，这件事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。老王呢？已经放了，我们会给他出具证明，还他清白。我们会给他出具证明，还他清白。走出市场监管局的时候，阳光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手机响了，是老许。孩子，你在哪儿？刚从市场监管局出来。听说了，钱桂生和周老根被抓了。夜市那边炸锅了，好事摊主都在问，以后海鲜从哪儿进？我沉默了几秒。徐叔，你觉得我还能回去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你又没做错事儿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老许打断我。你做的是对的，那些摊主心里都清楚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我考虑一下。别考虑了，今晚7点夜市门口，我请大家吃饭，给你赔罪。徐总，给你赔罪。徐总，就这么定了。老许挂了电话，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，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有点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手机震醒，屏幕上跳出来10几条未读消息，都是夜市的摊主们发的。林老板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哇，上电视了，钱桂生那孙子完了。我点开链接，是电视台的早间新闻，头条就是这个案子，主持人做的笔直，语气严肃。本台消息，市场监管局昨日破获一起特大食品安全案件，涉案人员在海鲜中非法添加甲醛，销往南湾夜市等多个市场，累计导致127人出现不同程度中毒症状，其中3人重症。画面切到现场，钱桂生和周老根被警察压着，低着头往警车里塞。镜头扫过仓库，一排排白色大桶堆在地上，一排排白色大桶堆在地上。现场查获甲醛127桶，污染海鲜32吨。主持人继续念：经供货商周老根长期使用工业甲醛浸爆海鲜，南湾夜市承包商钱桂生收受贿赂为其提供庇护，2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及受贿罪，已被拘留等待审判。我放下手机，胸口那股憋了好几天的气终于散了。上午10点，我去了趟夜市，还没走到摊位，就看见老张他们围在一起。林老板，老张冲我招手，脸上笑得见牙不见眼。你可算来了，我们正说你呢。我走过去，说我什么？说你牛逼呀！卖烧烤的小李递过来一瓶水。林老板，你早就知道钱桂生有问题吧？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。知道。老张问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反问。说了你们信呢？老张愣了一下，挠挠头。也是。小李叹了口气。要不是你坚持不进他的货，这次中毒的人里肯定有我们。可不是，我昨天还跟老婆说，幸亏当时听了林老板的，没贪那点便宜。这些人前几天还在背后说我傻，说我装清高，现在一个个恨不得把我供起来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身后传来老张的声音：林老板，以后还来不来了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看情况。说完，我推开门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市场管理处的电话。林老板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我们想当面向您道歉。我挂断了电话，道歉晚了。中午，老王给我打电话。林老板，我出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晚警察说搞错了，还跟我道歉。他顿了顿。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请你吃饭。
吃什么饭？你先把摊位收拾收拾，明天正常出摊。货源从我这儿走。行。老王那边声音一下子亮了。林老板，这次事儿我记一辈子。少废话，明天见。挂了电话，刘主任的车停在我摊位前面，他下车，后面还跟着2个穿制服的。林老板，什么事？他清了清嗓子。局里开会了，以后夜市所有摊主的进货渠道必须登记备案。另外，他看了我一眼。局里想请你做个食品安全培训，教摊主们怎么辨别问题海鲜，教摊主们怎么辨别问题海鲜。前2天你们还说我是刺头。刘主任脸涨红了。那是之前工作有失误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林老板，你这是要当官了？当什么官？我一个卖鱼的。那刘主任刚才那态度跟见了亲爹似的。滚！老张嘿嘿笑着缩回去了。2个月后开庭，老王非要拉我去旁听。你不想看钱贵生那副德行？不想。那我替天看。当天晚上9点，老王的电话打过来，声音里带着痛快劲儿。判了，钱贵生12年，周老根8年。罚款呢？钱贵生500万，周老根300万，全部赔给受害者。还有呢，法官当庭宣判的时候，钱贵生腿一软，2个法警夹着才没摔地上。周老根更惨，他儿子在法庭外面跪着求从轻，结果人家看都没看。检察官怎么说的？检察官说，这是近10年来本市最严重的食品安全案件，甲醛超标40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依法从重。40倍，行，知道了。你就这反应？12年啊，钱贵生进去的时候53，出来65，这辈子算是废了。他废不废跟我没关系，我明天还得去码头拿货。行吧，反正结果出来了，咱们踏实了。第2天，判决上了省台新闻，标题特大食品安全案，宣判主犯获刑12年。画面里钱贵生坐在被告席上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跟之前在夜市趾高气扬的样子判若两人。记者采访了个年轻妈妈，我儿子才3岁，吃了那些海鲜抢救了2天2夜。还有个老大爷拄着拐杖。我这辈子没做亏心事，没想到差点被这种人害死。最后一个镜头，钱贵生老婆坐在法院台阶上嚎啕大哭，旁边站着个10来岁的孩子，低着头。我关了电视，下楼往夜市走，路过钱贵生以前的仓库，门上贴着封条，旁边2个路人指着议论：就是这儿查出来好几吨有毒海鲜，活该！查出来好几吨有毒海鲜，活该！这种人就该判死刑。老王的摊位前排着队，他看见我，一边给客人装货，一边喊：来了，今天的虾特别肥，给你留了2斤，少来。我走过去看了看他的摊位，海鲜摆得整整齐齐，每盘上面贴着标签、产地、捕捞日期、检测报告编号。这是新规定。对。老王擦了擦手，客人扫2维码就能看到完整来源。现在我也自己进货了，跟着你学的。学什么学？你以前不也是自己进的？以前是图便宜。老王苦笑。现在知道了，便宜的代价太大。他从冰柜里拿出一袋虾，递给我拿着。拿着，今早刚到的。不要，你拿着。今早刚到的。不要，你拿着。他硬塞过来。那天你拿着证据去食药监替我说话，这事儿我记着，别跟我客气。我接过来，拍了拍他肩膀，转身走了。林老板，您放心，以后我这摊位绝对干干净净。1个月后，刘主任又来了。林老板，市里搞食品安全表彰大会，局长点名要见你。我一个卖海鲜的去那种场合干嘛？就是因为你是卖海鲜的，才有说服力。局长原话：食品安全不是靠我们管出来的，是靠你们这样的从业者守出来的。行，去就去。表彰大会在区政府会议室，我穿了件干净夹克，坐第3排，旁边是餐饮协会会长、连锁超市老板、大酒店经理，就我一个夜市摊贩。局长讲话的时候专门提了甲醛案。我要感谢林海同志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普通从业者也能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。
我就是个卖海鲜的，不过是坚持了一件最基本的事，不卖有毒的东西。这种事本来就不该值得表彰，它应该是底线。会后，局长单独见我，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握手力气很大。林老板，你之前在夜市受了不少委屈，过去的事了，以后有任何问题直接打这个电话。他递过来一张名片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赵明远。谢谢赵局，应该我们谢你。从区政府出来，手机响了，外地号码。请问是林海林老板吗？我是。你好，我是省城锦江酒店的采购经理，姓孙。我是省城锦江酒店的采购经理，姓孙。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您的报道，想跟您谈海鲜供应合作。省城大酒店找我一个夜市摊贩供货，你们需要什么品类？主要是鲜虾和贝类。我们之前的供应商出了问题，急需靠谱渠道，日均200斤左右。200斤，我现在日出货量的3倍。可以，先发一批样品，你们检测合格了再签合同。好的，非常感谢。挂了电话，我笑了一下。当初被赶出夜市的时候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回到夜市，老张他们围过来。林老板，电视上看到你了，跟局长握手那个。是吗？我蹲下来整理货箱。你现在可是名人了。老张说，我媳妇儿说让我跟你学学，别老进便宜货。便宜货不一定是坏货，别老进便宜货。便宜货不一定是坏货，但来路不明的，再便宜也不能碰。道理我懂，就是有时候利润太薄，经不住诱惑。你去问问钱贵生，他现在还经不经得住？老张不吭声了。旁边卖蔬菜的刘姐插嘴：林老板说的对，钱贵生以前多风光，开着奔驰来送货，现在呢，牢里蹲着，家都散了，不值当。行了，别聊了，准备出摊。晚上来了个带孩子的年轻妈妈，在摊位前站了半天。老板，你这虾真的没泡过药？我拿起一只虾递给她，你闻闻。对，泡过甲醛的虾有刺鼻味，壳特别硬，颜色发白。你看这个，壳是透明的，肉是青灰色，正常活虾就这样。给我来3斤。我称好装袋，他付了钱。谢谢麻，给我来3斤。我称好装袋，他付了钱。谢谢麻烦您了。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老板，我之前在别的地方买过海鲜，我儿子吃了拉肚子，医生说可能是甲醛残留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给孩子吃海鲜了。今天看了新闻说你这里安全，才敢过来。”他怀里的孩子2、3岁，胖乎乎的，正啃着棒棒糖。放心吃，我这货对得起良心。他笑了一下，抱着孩子走了。半年后，城东租了个小仓库，正式注册了公司，名字很土林海水产。老王是第一个合伙人，他负责本地配送，我负责上游采购和品控。省城锦江酒店的合同签了，后来又陆续谈了几家，生意不算大，但稳。每一批货出去之前，我都亲自验，不合格的当场退回，1斤都不放过去。有人说我太较真，较真才能活得久。钱贵生不较真，较真才能活得久。钱贵生不较真，现在在牢里较真去了。夜市的摊位没退，每天晚上还是去摆。你现在都算是开公司了，还摆什么摊儿？习惯了。其实不是习惯，是舍不得这些老顾客，舍不得这条街上的烟火气，这是我的根。有天晚上收摊，路过钱贵生以前的仓库，封条早撕了，门口挂了个新招牌“社区便民服务中心”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几个老太太在跳广场舞，音响放着凤凰传奇，比以前强多了。回到家，媳妇在厨房炒菜。回来啦。儿子跑过来举着一张奖状，爸爸，我考了第1名，数学。100分。行，奖励你一顿大虾。儿子欢呼着跑进厨房。妈妈，爸爸说今晚吃大虾，冰箱里有，你自己拿出来。吃大虾，冰箱里有，你自己拿出来。手机响了，刘主任。林老板，食品安全培训下周开始，课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市里搞了个阳光厨房计划，所有餐饮摊位都要装明厨亮灶的摄像头，消费者手机上就能看到后厨操作。早该这么干了。挂了电话，媳妇把菜端上桌了，4个菜，虾是我自己进的货，鱼是今早码头刚到的，干干净净，明明白白。儿子已经开始剥虾了。爸爸，这个虾好甜。我夹了一只放进嘴里，确实甜。